知道开场不容易，比赛更不容易。大家考虑到这些朋友，这个1对1很关键，所以我们仍然会有一位老朋友、好朋友给大家暖个场。他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胖子门窗的代言人，我们欢迎刘仁成。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我是喜单3季以来咖位最小的开场嘉宾。但我没有那么自卑啊，因为毕竟不是名次最差的。今年没有参赛，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忙。前段时间我求婚了。不用开心的太早，没说结果呢。没有失败。我是特别挑了他在看完自己最喜欢的五月天之后和他求的婚。你们懂这个含金量吗？他看完了阿信，选择嫁给我。这不参赛还有一个原因，就今年确实在节目里面有别的身份，当官了，总编剧。手里也是有点小小的权利。现在给黑灯发微信，他得回收到。有段时间有点膨胀了，第一次在那会儿很膨胀，跟节目组说，这5个选手，我非常看好，你们给我关照一下。就这5个选手，现在已经淘汰3个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我们节目第一赛段淘汰率只有20%，在我这60%，导致这些演员啊，就对我态度很复杂。一方面呢，想找我改稿；另一方面呢，怕被我看好。现在节目组已经禁止我看好任何选手了，说我动摇军心，说如果我实在憋不住的话，可以去把黑灯眼睛看好。去年比赛比得有点太焦虑了，所以我今年一开始就决定了今年不参赛。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就更焦虑了。年初那段时间甚至想过要不要去算个命，但我身边这些脱口秀演员都太不靠谱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给人算命，另外一个演员找他算今年的运势。你说一般人算命算运势，哪怕算的不好，最多也是什么诸事不顺，最严重也就血光之灾。他给人算的结果是，你今年必死。太夸张了。但大家也不要替我那个演员朋友担心了，没事的，我们单口演员心态很好。他在知道自己必死之后，他还心态很好，还能问呢，那明年呢？太焦虑了，所以很开心能当总编剧，这个工作治愈了我。因为说实话，我从来没拥有过这么体面的称呼，总编剧。我小时候的外号是刘大头，长大后上了节目，大家喊我胖子门窗，从来没人喊过我什么总什么，从来没有，都没人喊过我刘总。我只听别人说过别总，别总发朋友圈。所以当总编剧很开心，因为当总编剧能被人感谢，我很喜欢被人感谢，我也很喜欢感谢别人。就像我也特别感谢咱们的总冠名淘宝闪购。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我感谢；配送快，我感谢；品质高，我感谢。我对淘宝闪购态度就这样，永远只有感谢，除非你让我卸载，那我不感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不是一般的总编剧，我是脱口秀节目历史上最喜欢提自己是总编剧的总编剧。这就太焦虑了，我很害怕自己因为不上节目，大家就会觉得我这之前的表现都只是昙花一现。好像人一旦成功了一点点，就害怕自己是昙花一现。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昙花。昙花一般在6到10月开放，一般在夜间比较活跃。
我不焦虑了，我确认了，我就是昙花一现。而且好像我们脱口演员真的很像昙花，你想想，我们努力准备1年，希望在夏天惊艳所有人，然后到了夏天，发现所有人都去看世界杯了。每天在想呢，谁会是今年最大的黑马呀？目前是佛的脚。身边所有人都被这种昙花一现的压力给包裹着，都有点病态了。就比如说我好朋友大宅，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病态的努力。去年夺完冠，今年还来参赛，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今年还想备赛喜人。活出去了。我觉得他今年可能不是脱口秀第1人，但一定是脱口秀第1驴，真的。我就有点心疼他了，我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明明差不多。为什么要活得比我累这么多呢？但我看到你们反应了，我知道有的条件还是不太一样，外貌上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有对象他没有嘛，然后我很害怕自己昙花一现之后的结局，我被这个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我就经常找我的朋友倾诉，我说为什么人在自己没成功的时候会焦虑，但是人成功之后又会焦虑自己是昙花一现？为什么我今年当了总编剧，好像还赚了很多钱，但我就是不快乐呢？我朋友说你今年必死，我说那明年呢？那我自己想想，好像昙花一现之后，它的后果就是必死。那结局呢？昙花一现，然后凋谢，然后落到泥土当中，然后慢慢的变成养分，然后去滋养新的昙花，去帮他们长出更多的梗。不焦虑了，昙花一现后，我还可以当总编剧。所以我很开心，今天节目组邀请我回来演这几分钟，当这几分钟的昙花。我给后面的学生打个样，我在这个舞台上短暂的绽放一下，希望大家在此刻可以尽情的欣赏我，因为马上我就要谢了。谢了大家，我是刘仁成。我先谢了，还有很多花要开，我看好他们。谢谢阿成的表演，不用比赛还是好很多的吧？对，不用比赛，只用开场的话，只用焦虑7天。还发朋友圈吗？发。很害怕表现得不好，影响后面的发挥。你不是去年吐槽说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你没有吗？我今年看到你也有了。哎。去年总决赛我讲了一个我去干活，发现周老板有自己的休息室，我没有的段子。今年第1期录制，我惊喜的发现，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了。马上你就能在朋友圈看到。又焦虑，开玩笑，还没有。但是挺好的，这是有这种俯首甘为昙花肥的这个精神，也是很值得钦佩。哎，那我们就好奇了，您现在这40%是哪2位遗珠？等一下，你判断一下，你说了吉不吉利啊？刚才就是其实肯定不只看到那几个人，当时是有什么呢？当时是一个饭局。就当时那5个新人，他们就是今年比赛都很紧张嘛，我们就一块吃饭。我说放心，你们5个人必进，没有一个需要焦虑的，必进。然后就淘汰3个嘛。现在唯一还存活的是多多跟七友。下一个就是，我不给你们压力啊，你们看着办吧。他只给诅咒的是不是？没事，阿成你就说今年世界杯是谁，是谁夺冠？你先告诉我你讨厌谁。我怎么感觉得问他压了谁？佛的脚。阿成自己的专场也在巡演，对不对？如果卖不动的话，就回来比赛。我有一个究极营销策略一直没使出来，就如果卖的太差，以后就不出海报了，我就让你们以为是刘洋的奇妙冒险。如果再差，我就只留那个照片，因为那个照片呐，特
特别像王悦，横竖我都有办法，反正就是，你就直接把你的专场改名叫周杰伦演唱会上，直接。最后我们祝阿成和未婚妻了生活幸福，谢谢大家。虽然看的是五月天的演唱会，但你们肯定是真正的快乐。谢谢阿成。去吧，去到教主的身边。快，阿成，赶快给教主讲一讲总决赛第2轮是什么体验啊！哎呦我去！谢谢阿成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场。那今天的对决也要马上开始。第一组出场的2位演员，多多、咸鱼，这其实都是喜丹第1季就来过的老朋友，但今年又都回到舞台上。他俩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2个风格又很不一样。咸鱼是很炸裂、很有能量的这种，然后多多就是逻辑神童的感觉。多多就是轻巧，4两拨千斤的感觉吧。咸鱼呢就是千斤。挺意外的，因为我感觉自己人应该不会打自己人来着。友谊赛嘛，这轮不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于宝祥我还是非常开心啊，我们2个风格确实相差的特别大，对，观众可以换不同的口味，没错，就像是鸳鸯锅，我们一个辣锅，一个清汤，就这样，一个菌汤，一个酸汤。你再说一个，没吃过火锅，是吧？我觉得它不灌汤包，灌汤包就是看着白白净净的，你咬一口下去炸你一下，就那种感觉，哦，就一个汁儿烫你啊，你就叫，哎呦，让你叫，多多这形容太好，让你尖叫。尽量不用金牌，大不了从头再来。第1位演员是一位在读的研究生，第1轮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很普通的一件事，就是玩手机，但是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掌声有请多多。哈，大家好，我叫多多，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请我吃饭，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我早毕业了。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25年6月，我已经延毕1年了。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我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就因为做得慢，都被别人攻克了。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他没说好，他也没说不好，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是我爸当时跟我说，只要我考上研究生，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所以就给了我500。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500我能干嘛？别人800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我22岁出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出走半生，归来只剩半生。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我当时在网上搜了，预算500，小众穷游景点推荐，他给我推荐了泸州。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泸州是我家。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总是拿钱诱惑我，我又总是得不到。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我给你100块钱。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我可以考20次。考不上又要说我，他说哎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我从来没考过100，我最好一次考了98，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你再多对的选择题就有100，我为了零花钱，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偷还是不偷呢？这是一道选择题。
怎么做才能有100呢？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读研的时候，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玩，他就会批评我；我说我在学习，他就会表扬我。但其实我在玩。我不想被批评，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这就导致我当时研毕的时候特别尴尬。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他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啊，怎么还毕不了业？”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喜欢学习，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我今年都26岁了，我过年回家，我爸还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他怕我睡回笼觉，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哎，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我真是学不动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说这2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拿针扎自己的大腿。我以前觉得好励志，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要是困了，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最多扎我爸，让他回自己床上睡。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悬梁刺股这2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他们会被崩溃呀！啊，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啊，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窦耳朵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人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会焦虑，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又不能看，看了肯定睡着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我这玩会儿的手机下来把我砸醒，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这不是。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躺着。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你不学会儿习吗？我说学啊，马上就学，已经有灵感了。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感谢大家。谢谢多多的表演，喜欢多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多多。紧张吗？紧张，而且有点吞字儿，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在线下。吞字儿会不会是阿成传染的？我感觉是。多多，你是开场紧张还是跟咸鱼对打比较紧张？其实都有，就是我希望我能电他一下，就是我把场子开热一点，他直接就炸起来。我就希望他能好好演一场。哇，因为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我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跟他哥们儿阿成很像，是吧？是都愿意奉献。对，其实第1季的时候你就讲了一些这种跟父亲之间关于学习的这些脱口秀话题什么的。对，我感觉主要是没讲够，就是我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消化完。那叔叔本人看到过吗？没有，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这个事儿啊。对，都每天幽默的偷鸡摸狗的人。他居然不知道你在说脱口秀。对，他一直，我现在跟他说的是我在一个电器公司
新媒体部写一些幽默小文章。这真不容易。要不我给他充一个爱奇艺会员吧。叔叔，我向您介绍一下，现在站在台上的这个人叫多多，是我们第1轮上半期的最高分啊！没有。都是他想的那个点都还蛮奇怪的，就是凿墙这个偷光这个，说真的，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啊，原来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我没这个意思啊，包括最后的苹果。他都一语双关哈，因为第一，上一赛段他的成绩特别好，然后全场共鸣得210多票，好像是吧？216好像是。哦，你看总共才220票，我当时就想，我说那为什么这么厉害？第1季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的。第1季主要是还想着学习啊，后来2年就彻底不想了。今年还是被学业耽误了一下，一定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以外的事情上。虽然他讲的好像不太符合一些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却往我们心缝里说。啊，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这会儿你要不干点什么是浪费了，但其实你也干不出什么来，你肯定是要浪费这个时间。对啊，就玩吧，反正大家都一起玩。我觉得他很聪明，同时他还功利，这就是学生的好处。我是爱学习，不是，他都延毕了，他还爱学习，谁爱学习会延毕啊？没怎么见他为学习发过愁。他说这话谁信呢？他说他上网我都信，学习，我都比他爱学习。多多看起来就垂头丧气的，然后每天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感觉每天没正事儿没正形，研究生也不好好上，他真的好像阿衰。就是你们对我的误解。我不喜欢被逼着学习，我想学我想学的，我有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基本上市面上的脱口秀教材我都看过，都研究过。无论我是去演出啊，去给人开场面心态，还是说去跟同行改稿，虽然对这个在校成绩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在我的生活中，他也是学习到一些跟人打交道啊，或者练心态的一些东西吧。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谁了。上一场打得也挺不错，咸鱼翻身了。我们掌声有请咸鱼。晚上好，家人们，我是咸鱼，特别开心啊，又能来录制节目。第2轮了，也有问题想问问大家。下个月还烫头吗？很多朋友没发现是吧？我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美式前刺。哎，发型师就是这么说的。但纠结，烫头太贵了，现在随便烫个头管你要个300、500，但不烫不行。我烫头不是臭美，遮丑，遮完还这样，不遮就这样。这边也看啊，咱都有的看啊，都有的看。这2年可不像脱口秀演员，像相扑运动员。本来，哎呦，谢谢，本来没打算烫，我的计划就是剃光戴假发。发型师要赚钱，给我散播焦虑。他说你必须烫，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一个就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美式前刺，还有一个也适合你，叫这个梦回大清。他说这第2个也好，但主要啊，你现在在上海发展，你就美式前刺吧。哪天有机会飘到北京，你再梦回大清就可以了。不为了别的啊，听说故宫不好买票预约，你不用预约。你说你要回家，走员工通道啊。谢谢朋友们，谢谢。研究生喜剧之后就是大傻子笑话，朋友们。这2年发际线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我感觉越来越高，我感觉我这头发这2年跟保安似的，指挥我这发际线，到，后面有个是地儿，到，别到了，到地中海了，发际线越来越高，脑门就越来越大，大到你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想量我就量了。有多大啊？现在我脱发脱出来的这个脑门已经基本跟我下边这个脸一般大了。没错，上面是11厘米，下边是13厘米。
什么概念啊，朋友们？就我这个脑门上，现在能再放一套5官。没错，在座谁有不要的脸吗？有啊。你想，哎，二郎神这就1只眼，我下一步可以跟二郎神同居。没错，我让他住2楼，因为他养宠物啊。没错，哎，草坪还可以遛狗啊，可以遛狗。哎，话说回来，纠结不烫头是为了省钱。这2年钱不好挣，还想挣钱，但钱不好挣，你脑海就闪过邪念，要不啃老。但啃老很有羞耻感，所以我就不啃。骗是不对的，但这是一道选择题。没错，你也不能怪我，主要我们家情况特殊，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大家有所耳闻，教育大事，注重学习，出生开始，我爸就让我备战高考。什么表现？我爸那个钱啊，从我小时候开始，哪怕1分钱，不会支持孩子一丁点儿娱乐，游戏机、电脑、玩具没见过，但是他愿意无条件支持孩子所有学习和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我12岁6年级左右摸清一个道理，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家买什么都行，只要能开文具的发票，是不是这个道理，家人们？规则怪谈啊，这都属于朋友们。所以啊，我现在虽然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我想出去旅游没钱，还是跟我爸说我要考研。哎，别，听我解释，朋友们，我知道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管家长要钱，但我觉着啊，我这个还是好过硬要，因为我这个起码算交易，没错，交易。你看，我爸是提供了经济支持，我也付出了呀。我付出了情绪价值。我爸一直想要一个高学历的孩子，我没有这个智力，但我有这份孝心呐。我说的对吗，家人们？一生要强的爸爸，我都没。太感人了。哇，太感人！二郎神听完流下了3行眼泪。不瞒大家说啊，节目上线之前，我爸应该一直认为我的学历是博士后。我爸也不认为我是 Joker， 他觉得我的作品都刊登在 Nature。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他给我钱让我读万卷书，我拿钱去行万里路，1份钱家里2个人高兴，对不对？我也是，我跟大家很多朋友一样，跟妈妈亲，但这2年我跟我爸越来越亲，我们俩现在亲如父子。我说实话，朋友们，哪怕你听到这儿啊，你还是说哎呀坏。听我解释，朋友们，这也不是我研究的，我呀跟电视上学的。小时候电视上有个广告真坏，专门教小孩怎么啃老。哎，我就啃个爸爸妈妈。他直接啃爷爷奶奶呀！那广告怎么演的？我说我长大了想当太空人，爷爷奶奶可高兴了，给我买我爱吃的喜什么郎果冻。他想当太空人吗？他们就想吃果冻，我听得懂长什么吧？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我这么做也不全是因为广告的教育，也离不开我爷爷的教导。从我高中开始，我爷爷就老拿我爸爸的事迹鼓励我，说你要向你爸多学习。他是咱们村当年第1个大学生。不瞒大家说，我爸是中专生。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爷爷是告诉我，我爸懂我。我爸就是大学生，而我是博士后。就讲到这儿，下课。谢谢咸鱼，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几位看得挺开心，乃文哥，怎么样？没骗您吧？长见识吧？是不是？我说实话啊，就是首先咸鱼的这个表演的热情啊，真的打动我了，都打穿了，我感觉。然后就是你在想他刚才说什么了，但是就是我很开心，是不是有一种大脑的褶皱把它给抹平了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如果你赢了他，首先你的热情是第一位，第二你得感谢他，因为他看好多多，你知道吗？哎呦，谢谢谢谢。他一上来有一种蛊惑力，啊，就上来以后，管你371，管你喜不喜欢，管你笑不笑，我先热起来，就是这种表演，就最近只在直播带货上能看到。朋友们、家人们啊，咔就起来了，那个劲儿哈，贼足。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里院喜剧节，就特希望你在街口上站着，知道吗？这谢谢您了，老师。整个一条街的气氛就起来了。太感谢！哎呦，都是向你索取去。就是你本身在演出完了之后，你就好像变得特别谦逊，然后乖乖巧巧的。他一演出的时候就是巨炸的一个状态。晚上好，家人们。您好，老师。我其实不太能记得你说什么。谢谢您。那我下一轮还讲这个。哎，他讲的就是第一轮的段子，你没听出来啊？你上台的时候，你就满脑袋那个咚咚咚，我就扑面而来，我就开始笑，就已经被你的那个感染力给征服了。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尝试，就是不说中国话的笑话都可以，因为大伙好像不用在乎你说什么，反正就是纯粹的快乐，看你就高兴。为什么呀？我也不知，哎我，谢谢老师，我这个说话羞。哎呦，谢谢老师，感恩的心，宗师别唱了。哎，那我特好奇，那您就没遇见过那种特冷、特凉的时候吗？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就特别冷啊，但是我又忘了，哎，我们是第一轮的淘汰双子星哦。问问那个2位老朋友吧，这个2位小刘。其实我也很看好咸鱼，说实话。哎呦。不许你看好他，你给我把眼睛闭上。乃文老师，我跟您一个感觉，咸鱼他的表演风格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有的包袱落在他的节奏和他的状态上，他不是落在那个预期违背上，所以他特别不害怕大家重复听。如果大家听过他的播客，那更是就这个破人，那点破事儿，在播客里已经说了10000遍了。对。就那工商银行的父母都离婚了，还有周鹏宇，我都能背下来，是吧？天天在那时光慢些吧。哎，说到这，我特别感谢教主老师，因为我其实前2年没有特别多的演出，教主老师给了我很多演出，都是对你所许。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感动的点在于，24年到26年这2年，咸鱼一直混迹在各大喜剧播客，一直在强迫自己出梗，先做到了播客的巨星，然后自己反而主要还是感谢无聊斋老师。哎，太好了，谢谢你。上播客相互成全吧，就是上无聊斋。时光慢些吧。教主老师的个人单口喜剧专场《身心俱疲》正在全球巡演。太混乱了，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替多多说句话，多多第1年走到第2轮了，道歉，对不起，多多，没关系。这场比拼也要有个结果，我们把多多请回舞台中央。他俩选完这个对手之后，是谁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多宝鱼？是我自己告诉节目组的。哦，来吧，看看现场的观众朋友给了这组对决什么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强对话了。按照规则，我不得不遗憾的让188票高分的多多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咸鱼198票直接晋级。我也特别感谢刘洋教主老师。刘洋老师就跟我说了，走台的时候你要利用好这个空无一人的场次。你想象台下都是观众，但谁也不给你笑声，那在现场什么情况你都能应付。好为人师，直接进步。第1轮我虽然没来，但我知道咸鱼说炸的，这场子就当场炸翻了。听懂掌声。
说咸鱼太好笑了。我现在播客喜剧必杀技就是模仿咸鱼，而且他有的时候模仿起来，我自己就在旁边笑，我真是插不上话，你不知道怎么插，打不断。就是乌泱给你脑袋这个站褶皱没了，我就听他的播客，你就会被他洗脑。播客有一个传说，咸鱼无顶得一人可得天下，说他俩有俩这些你就等着炸吧，我天！但是这个天下永远是刘洋教主的天下，因为我就是天，没错。我觉得他肯定能走到决赛，也说不好的无所谓，走哪轮都行，留下一些这么好